1980年8月23日，邓公接受了意大利著名记者奥林埃纳·法拉奇的采访。这位记者一向以言辞犀利而闻名，许多国家的领导人面对他连珠炮一样的发问，有时也会败下阵来。这一次，对于邓公的采访，法拉奇如同以前一样，准备了许多颇具争议的问题。法拉奇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是否要拆除掉毛主席纪念堂？这个问题如果回答不好，很有可能会成为国际上的笑柄。那个时候，所有人都在观望中国对于毛主席的态度。随着新一届政府的组建，不少国外媒体在大肆渲染，谣传中国要彻底清除毛主席的影响力了。法拉奇认为，这将是一个新闻爆点。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记者，他在提问稿中列出了许多与毛主席有关的问题。事实上，这注定是一次将载入史册的采访。法拉奇绝非等闲之辈，他高超的采访艺术以及在新闻界超然地位，让他成为很多国际领导人的座上宾。他的一篇采访稿千金难求。这位女记者主攻的便是国际新闻。80年代是世界政治格局急剧变化的年代，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从最开始的被孤立、被歧视，再到重新走上国际舞台，这一路的经历始终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法拉奇早就有心想要采访中国领导人，邓公复出之后，很快在国内展开了改革开放的宏图大计。这样一个计划对全世界来说都有些闻所未闻，特别是有苏联几次改革失败的先例在，许多国际上的评论家都认为邓公必然会狠狠地摔一个跟头。但是改革开放的形势一路向好，这让法拉奇也不得不注意到中国发生的变化。他认为自己必须要采访邓公，要了解这位中国领导人的执政理念。毕竟最初邓公复出的时候，国际新闻普遍的看法是，这位新任的领导人肯定会成为第二个赫鲁晓夫。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所以法拉奇做出论断，邓公是人们了解中国的关键人物。所以法拉奇动用自己在记者界的人脉与中国接触，希望能够为邓公做一次专访。邓公得知此事，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可以通过法拉奇的采访向外界说出中国真正的声音。于是在1980年，邓公同意了法拉奇的采访要求。1980年8月，邓公在人民大会堂的会客厅接见了法拉奇。法拉奇特意提出，这次专访希望只留下自己以及拍摄团队，不希望过多的外人打扰，以影响采访进度。邓公同意了。在见到邓公之后，法拉奇的心里不由得紧张起来。和过往见到的那些领导人不一样，邓公是一个很有亲和力的人，而比亲和更引人注意的是邓公所显露出来的睿智。无数的政治大腕在法拉奇这里栽过跟头，但法拉奇从见到邓公第一面就确信，眼前这位中国领导人可不会被自己简单的采访技巧绕进去。为了拉近距离，法拉奇先祝邓公生日快乐。邓公听到之后大笑着说，明天是我的生日，我从来不关心什么时候是我的生日。法拉奇笑道，我是从您的传记中知道的，这是实话。为了使自己的采访有备无患，法拉奇在来到中国之前阅读了大量邓公相关的资料。而邓公得知法拉奇看过自己的传记，并没有特别的反应，他依旧笑着用开玩笑的语气说道，就算是吧，也别祝贺我，我已经76岁了，到了衰退的年龄了。总之，这一次采访的开头是无比轻松惬意的。但很快法拉奇就拿出了自己语言锐利的采访稿，如果邓公在这次采访之中露出什么破绽的话，那一定会成为明天的新闻头条。作为记者，法拉奇并不会给自己的采访对象留面子。法拉奇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与毛主席有关。原来法拉奇从前来过中国，那个时候中国的大街小巷几乎都挂着毛主席的画像，这成为了当时法拉奇对于中国最深刻的印象之一。但这一次法拉奇来到中国，他注意到大街上毛主席画像悬挂的数量明显减少了，这在法拉奇看来是一种政治信号，也许是新的领导班子想要消除毛主席对中国的影响。这时他又不免联想起苏联，当初苏联人可是连斯大林的雕像都推倒了，那毛主席今后在中国又会得到怎样的待遇呢？法拉奇出于偏见，认为中国总归也跳不出苏联曾经走过的老路，所以他以尖锐的语气向邓公发问，天安门上悬挂着的毛主席画像会不会也摘下来？毛主席纪念堂将来是不是也要拆掉呢？法拉奇还提到，他一路来到北京，
看到许多地方自发建立的一些毛主席纪念馆都已经被拆掉了，家家户户也不再摆放毛主席的画像。法拉奇不愧为名满世界的记者，这个问题相当有杀伤力。在1980年的时候，中央曾经下过关于少宣传个人的指示，其中有一条重要的意见就是，毛主席像、语录和诗词在公共场所挂得太多，这是政治上不庄重的表现，有碍国际观瞻，今后要逐步减少到必要的限度。为表决心，只是刚刚下达，中央就把毛主席纪念堂前的巨幅画像摘了下来，许多公共建筑墙壁上所绘图的毛主席语录以及毛主席画像也都被白漆掩盖掉。这个举动在当时国内外都引起了轰动，特别是国内的群众有不少表示反对的。毕竟毛主席在人们心中的形象是独一无二的，人们也已经习惯了每天出门上街见到一排又一排毛主席画像的日子。现在突然要来个大转变，许多人不明白中央这是什么意思。邓公预料到法拉奇一定会问这个问题，正因如此，邓公决定就借着这一次采访，表达中央对于毛主席真实的态度。关于天安门上画像的问题，邓公是这么说的：毛主席像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的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但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这样从容的回答倒让法拉奇有些措手不及。天安门上的毛主席画像，其实对于国外政坛来说，就代表着中国的风向，中国对于毛主席的态度，也决定了全世界对于毛主席的态度。人们大多是抱着人走茶凉、看笑话的心态。但现在，邓公坦然地说出我们要永远地纪念毛主席，这和法拉奇一贯的西方思维是相冲突的。法拉奇没有放弃自己的质问，他又追问邓公，那么毛主席纪念堂该将如何呢？邓公依旧坦然地回答，我不赞成把它改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见是不妥当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听到这话，法拉奇也不由赞许地点了点头，他现在已经非常欣赏邓公了。在后来回忆邓公的文章里，法拉奇多次用坦率、真诚这两个词来形容邓公。坦白而言，法拉奇这一次的采访挖了不少陷阱，有些问题何止尖锐，甚至是有可能直接引起国际矛盾的。不过邓公的应对也非常的高明，四两拨千斤，轻松地化解了记者扔过来的各种重磅炸弹，这让法拉奇不得不佩服。他还回忆，当时他对邓公提出的不只是毛主席相关的问题，还有一个更为冒犯的问题。他对邓公表示，在国外有许多人将你与赫鲁晓夫视作一路人，你如何看呢？因为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是苏联的随行者。虽然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后来闹得很僵，但毕竟同属于红色阵营，因此苏联犯过的错误，中国或许也无可避免。而赫鲁晓夫与邓公某种程度上都是人们所认可的接班人，也都是改革者。不同的是，赫鲁晓夫所谓的改革是失败的，他没能解决苏联现有的问题，反而让苏联的形势变得更坏。而邓公当时做改革开放这件大事，结局人们并不能预料。只不过多数人对此行为的评价还是冒险、激进，总之就是十分不看好邓公的举措。对于这些国内外难听的评价，邓公一清二楚，但是他并没有耿耿于怀，相反，他乐于接受外界的一切质疑。当时在场的翻译听到法拉奇的这句问话，都不由得捏了一把汗，认为直接翻译给邓公太过不礼貌了。可是出于采访的需求，又不得不如实翻译。但邓公听到问话之后，完全没有生气，相反，他哈哈大笑起来。对于这个所谓赫鲁晓夫的类比，邓公的回答是，在西方他们称我什么都可以，但赫鲁晓夫我很熟，我个人同他打了10年交道，我是了解这个人的，把我比作赫鲁晓夫是愚蠢的。邓公和法拉奇聊到了赫鲁晓夫与中国之间的一些矛盾，包括此前赫鲁晓夫干涉中国及其他国家的内政，断绝对中国的援助，以及染指中国领土等一系列过分的行为。法拉奇也如实地将这些事情记录下来。当然，作为一个西方记者，法拉奇此依旧不完全认同邓公改革开放的理念。对于邓公会不会成为第二个赫鲁晓夫，法拉奇也持保留意见。邓公对此也并不介意，他依旧笑着对法拉奇说，看样子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达不成协议了。这样吧，你保留你的观点，我保留我的。
这个话题便过去了。随后法拉奇又问起邓公和毛主席之间是否存在矛盾。他了解到邓公曾经几次被免职，三起三落。他认为一个人倘若经历如此多的变动，内心或多或少是该有些怨恨的。邓公却冷静地告诉法拉奇，自己的内心并没有因此而怨恨什么，自己和毛主席之间更不存在什么矛盾。他甚至面带微笑，回忆起了自己在江西的一些经历。这又是一个让法拉奇倍感意外的反应。他意识到眼前这个人有超乎常人的乐观精神。他问邓公，在三起三落之中还能坚持下来的秘诀是什么？邓公则是这样回答的，没什么秘密，就是有时候他们觉得我还有点用。外国朋友也常问我，怎么能经受这么多的坎坷？我想因为我比较乐观，但这还不全面。全面的回答是，因为在我内心深处，我对毛主席寄予希望，我知道他了解我。邓公又对法拉奇强调，自己在江西的时候，毛主席多次保护过他，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之中，他始终相信毛主席。看着采访稿上的文字，法拉奇有些感慨，他现在确信邓公能做出非凡的成就。作为一个一向语调尖锐，不给任何人留面子的记者，法拉奇难得地对自己的采访对象表达了自己的钦佩。法拉奇的新闻稿件一经发表，立刻引起了国际轰动，人们重新认识了中国，也重新认识了邓公这位来自中国的领导人。法拉奇更是认为这是自己一生中最动人的采访之一，他永远无法忘记。在那次采访的最后，他问邓公，他将如何评价自己的一生？邓公沉思了一会儿，对法拉奇说，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